这两天出现了一个中外交往史上很罕见的一幕，以加拿大牵头的15个国家，包括英法德、原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挪威、丹麦、芬兰、瑞典、澳大利亚、荷兰、比利时，还有一个欧盟。那么15个国家和地区，或者说地区性的联盟，他们提交了一封签名的信件，是直接给新疆的成全国的。他们要求到新疆与成全国面谈，具体了解新疆的情况。这是中外交往史上相当罕见的。那么这些国家，他们要越过中央政权，直接与地方大员进行面谈，以前没有出现过。我们知道中共有一个答复，叫什么呢？如果他们是善意的，我们是欢迎的；如果他们是恶意的，我们不希望外国来干涉中国的人权。我反复的听了一下这个华春莹的这个答复，显然他是避重就轻。美国没有参加这次联名信的签署，他们自己搞了一个动作，要求直接开始调查新疆的官员，以及协助进行监控的、实行人权迫害的这些公司，包括西方国家向他们出口技术、出口设备的这些公司。他们直接准备上这个全球马格里斯法案，来直接制裁当事人以及关联的公司。有些人说了，以加拿大为首的这15国是打嘴炮的，美国人是实干的。其实我看到所有的这些评论都跳过了一个环节，就是这次以加拿大为首的15国发出的这封联名信，它仅仅是针对新疆吗？其实应该不是，它只是一个开端。这是西方国家开始越过中共中央，直接面对地方大员。这是一个例子，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多。因为我们知道，除了新疆以外，中国的热点地区还有很多。没有国家明确的说要绕过中共中央，直接与地方勾兑。中共也没有明确的拒绝，或者说指出这一次行动背后的目的。随着中共对全国形势控制的严密，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极端，就是一旦中央掌握的资源日益减少，那么西方国家又愿意面对地方
直接进行质疑、谈判，甚至制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央的威权还能保持多长时间呢？中国历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，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有历史记载以来，大一统和分治几乎是相等的，甚至分治的时间还要多那么几百年。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西方主要国家直接面对地方，越过中央的呢？我觉得这次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只有这一个提醒，我们都应该想一想，如果今后边疆地区或者热点地区出现了一些人权上的危机，或者其他的恶性事件，西方国家会不会还会援引这一次的先例，直接面对地方？任何事情只要一开了头，就不是那么好收尾的了。这次的事件无论它演化到哪一步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这是一个先例，今后可能会演变为一种成例。当它成为惯例的时候，中央政府的威信将逐渐的消失。